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今天晚上的蔬菜呢，我想吃芥蓝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小菜筐里捡几颗吧。我们呢，先路过荷兰豆架，1个多星期前我刚刚采摘完荷兰豆尖，仅仅过去了1个多星期，许多侧芽呢都已经冒了出来，有的已经长得很高了。侧芽都长在节点处，从上到下，上面的侧芽呢会先长，所以更长一些。如果想吃豆尖呢，再长长一些，就可以又采摘一批。想吃豆子的呢，这些侧芽就可以留着。如果想要知道如何种出又粗又嫩的荷兰豆尖呢，我已经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了说明栏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是细细长长的竹筒白菜，过2天也可以吃了。这个小菜筐呢，就是我种的芥蓝了。芥蓝的生长周期较长，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又在它们中间呢穿插着种了几颗菠菜和小青菜。这是被蜗牛咬的洞，而且我还发现下面的叶片呢，有的已经开始生浅叶虫了，上面的叶子还非常健康。如果虫害不是特别的严重，我一般不做任何处理，就让它自然生长。而且及时采摘，不要让菜长得太老，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止虫害泛滥的方法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现在上面叶片的背面呢还很干净，一点虫害都没有。芥蓝我们最主要是吃它的嫩叶和嫩茎，这些叶子的质量还非常好。如果再等1-2个星期，下面的病虫害呢，或许就会蔓延上来。叶片的尺寸已经有1个手掌那么大了，唯一不足的呢，就是菜苔长得还不是特别的长。外面买的芥蓝呢，都会等到出现花苞再采摘，那么我们自己种的呢，就可以提前一点，只要一抽苔就可以陆续的采摘，一边采一边长。芥蓝的生长呢，包括了种子发芽期、幼苗期、叶片生长期、菜苔的形成期和开花结果期。我们自己家种芥蓝呢，只要进入菜苔的形成期，就可以慢慢的开始采收了。采收的太早呢，没有脆嫩的菜苔可以吃；太晚呢，很容易开花，影响口感，而且还容易生病。我会在春天和秋天种芥蓝，因为芥蓝的适合生长温度呢在15到25度左右。不过它的种子的发芽温度呢会稍微高一点，在25度左右，所以我在秋天育苗呢没有什么问题，种子发芽很快。那在冬天和春天，我们这里的室外白天温度在15度左右的时候呢，芥蓝也是可以顺利发芽的，就是长得比较慢。如果想让小苗长得快一点，我就会用最简单的办法，在育苗盒上套一个塑料袋。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就打开通风，晚上再给它罩上保温。而且在芥蓝抽苔的时候不能缺水，缺水了呢就会影响口感。我们这里冬天天天下雨，又湿又凉的气候非常适合芥蓝的生长。剪的时候呢，我会从下到上留3片叶子，最上面2片叶子的根部呢，以后就会长出2个侧苔。剪的时候呢，稍微斜着一点剪，这样伤口就不容易积水腐烂。剪完之后，下面的几颗菠菜和小白菜也可以借到阳光了。剩下来的这些呢，也会长得很快，很快就会开花。我会在1个星期左右吧，就把它们采摘完。虽然我种的不多，不过今天只采摘了7颗，就够吃1顿了。芥蓝的生长周期较长，产量还不错，最主要是新鲜，所以花点时间呢，也是值得的。发现1片病叶不要了，其他的叶子还是很健康很漂亮的。我们自己在家种菜呢，千万不要期望没有一点病虫害。只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，把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我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接下去稍微清理一下，我就要给芥蓝追一次肥，这样它以后长出来的侧台呢就会稍微粗壮一点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追肥，自己在家种芥蓝，如果对菜台的尺寸没有特别的要求呢，在第一次采摘之前，我们只需要加足底肥，然后浇水，只要温度合适，基本不用管。除了种植的时间稍微长点，芥蓝还算是非常好种的。这个铁丝做的 U 型扣是我夏天用来固定豆角秧用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么在其他的季节呢，我们可以用来固定不同的蔬菜，非常好用。这次追肥我会先挖一道浅沟，尽量不伤到根系。现在天气很冷，如果根系受伤了呢，恢复起来很慢。这几颗菠菜呢，芥蓝采收之后，终于可以见到阳光了。顺便呢，我也给它们加一些肥料。这个冬天呢，我用的就是这一袋动力肥，其实它就是粪肥加上雪谷粉和海藻的混合肥。就是这种颗粒状的缓释肥，那么随着下雨呢，慢慢的就能被植物吸收。除了颗粒的固体肥，大家在不下雨的时候，也可以浇一些自己做的液态肥。芥蓝非常喜肥，肥料足不缺水，它的菜苔呢就能长得更粗更嫩，质量更好。刚才我们挖了一道浅沟，那这些没有覆盖住的肥料呢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层土。加完肥之后，我们只需要浇水。如果碰到连续的阴雨天呢，连水都不用浇，就可以静静的等着芥蓝长侧台了。不过芥蓝的侧台长得比较慢，它不像荷兰豆的侧尖，只需要1个星期，它最起码要1个月以上，所以大家要有耐心。今天我们采摘了芥蓝，并且给芥蓝追了肥，自己种的菜既新鲜又安全。吃一次之后，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再次采收。如果您也喜欢吃芥蓝，不妨在家里尝试着种上一些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您点击订阅并转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